本月初我去了一趟广州，街头的紫荆花非常漂亮。是紫荆花还是樱木棉？这次我仔细观察了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发现电动汽车的比例挺高的，目测有4到5成，感觉相当于德国电动汽车密度的10倍左右。因为在德国看见一辆电动车的几率还是相当低的。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媒体的宣传，有点妖魔化电动汽车的意思，比如续航不行啦，比如并非那么环保了，因为整个生产过程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还有什么人权问题呀？因为稀土资源的开采会使用大量非洲的劳工，他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措施，以及没有环保措施，还会污染环境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德国的电动汽车超级昂贵，可选择性不高，普通人根本买不起，因为中低端电动车几乎没有，真的选择性太低了。在德国，电动车的价格大约是同级别的燃油车的1.5倍到2倍左右。第三个原因就是普通德国人根本没有接触过电动汽车，加上德国人相对保守，因此对电动车特别排斥。有的德国人说宁可走路也不开电动车，有点像当年在中国的什么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样。不知道是否是气话呀？第四，当然是对德国自己的燃油车技术的骄傲成分，不想就此放弃。第五个原因呢，是充电基础设施在德国远远不像中国这么完善，充电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第六个原因就是电费太高了，商业充电桩在德国每度电大约8毛钱，欧元的8毛，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6块多。德媒说，2024年那里电动汽车的销量反而下降了。近日，德媒报道，比亚迪与特斯拉合作对抗燃油车，称燃油车是敌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该报道以及网友们的评论。中美电动汽车瞄准汽油车，我们的敌人是内燃机。比亚迪与特斯拉，中美2大电动汽车巨头联手向内燃机宣战，塑造未来出行方式。德国知识点评：内燃机在这里当然是指燃油汽车。汽车工业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在严格的政治措施的压力下，内燃机的地位正在被取代，汽车工业正在崩溃。现在，电动汽车领域的2大巨头，中国制造商比亚迪和美国先驱特斯拉联手对抗内燃机。比亚迪与特斯拉联合对抗内燃机汽车。中国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与特斯拉展开了一项有趣的合作，双方的目标很明确，抛弃内燃机，取代汽油车。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内燃机汽车。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解释说，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内燃机汽车，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实现行业变革。虽然李科的话听起来像是一种友好的合作关系，但2家公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2家公司都有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在电动汽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努力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企业。中国电动汽车崛起，这家中国公司正在实施一项积极的战略，以便更快地在欧洲站稳脚跟。比亚迪不仅努力销售电动汽车，还通过创新和极具吸引力的优惠来扩大市场份额。今后，消费者可以在大多数车型上免费使用上帝之眼自动驾驶系统的先进智能驾驶功能。这一决定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担忧，认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发展趋势可能会抑制销售。然而，分析师们一致认为，整个市场将被迫跟上这一发展步伐。那些跟不上未来技术发展的企业将很难在电动汽车行业生存下去。专家们说，整个行业将不可避免地适应这一趋势。为什么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没有机会？即使2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乍看起来很吸引人，但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市场。特斯拉在美国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原因是比亚迪在北美的扩张难以实现。美国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征收100%的关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近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这大大增加了中国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李科证实，比亚迪目前无意在美国销售电动汽车，
他说还没有决定在墨西哥建厂。然而，由于美国的政治紧张局势和保护主义措施，中国企业正被迫更加关注欧洲和亚洲等其他市场。好，朋友们，报道就那么多，我们接着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从长远来看，汽车行业将无力维持两条完全独立和不同的生产和销售线。内燃机技术落后，对环境和气候有害，易出故障的部件和零件较多，受热力学、卡诺影响，效率有限，而且更有可能处于产品周期的末端。而电动马达或电动汽车的易损部件更少，电动马达的效率更高，更容易制造，使用寿命也更长。下一则，任何电子垃圾都不准进入我的车库。继续往下，从技术角度看，内燃机是技术落后的垃圾，易出故障的部件多，效率低，发热和有毒废气造成相当大的功率损失，生锈、磨损更大。再往下，是的，电动汽车的电池是真正的环保赢家，哈哈哈哈！朋友们，估计呢这位网友是讽刺的。好，我们看下一则。真正的自行车也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继续往下，特斯拉目前的销售数据表明了买家的想法，市场决定方向，而不是相反。我只是点评一下，估计这位网友说，这个销售数据在德国是下降的，所以市场总体来说对电动汽车来说需求不高。这是一个跟贴。特斯拉汽车公司负责人也可能发挥作用，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也是跟贴。不仅仅在德国，在美国，人们也无法出手他们的特斯拉。再往下，在买电动汽车之前，我宁愿选择步行。下一则，哈哈哈！然后这位网友跟贴说，很好的决定。汽车只是步行的辅助工具。继续往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仅限于特斯拉。我的下一辆车肯定是欧洲制造的电动汽车。下一则，大众汽车也已经犯了这个错误。这是跟贴。大众汽车犯了什么错？我只看到了德国和欧洲政客的错误，当然还有那些屈服于汽车游说集团和柴油车制造商的潜在政策的错误。再往下，大众把一切都压在电动汽车上，这不是一个好决定。下一则，2-3年后我们再谈，也许那时你会修正你的说法。继续往下，销售数字与你说的不同，请阅读季度报告。就是说，如果你还想反思你所感觉到的真相的话，大众汽车的销量下降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欧洲或美国。中国市场的下滑是由于中国对内燃机汽车的需求越来越少，而大众汽车在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再往下，不，中国的敌人不是内燃机，而是美国和欧洲的敌人才是内燃机。再往下，内燃机不是中国的敌人，相反，它是人类的公敌。尤其是现在已经有了具有无数优点的优秀而有意义的替代品。下一则 ，Scotty， 稀土，车子本身很大的重量，剥夺所有房车驾驶员的权利，圈出大面积的地方来建造充电设施，这些都是问题，以及落后技术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主要和次要能源消耗都超过了平庸的内燃机。这位网友反驳上面那位，他说：“但是你的汽油是直接在加油站酿造出来的，而不是用废船运原油，走几千公里到我们这里，然后再运到炼油厂，在那里用大量的能源消耗变成汽油和柴油，然后再用卡车运到加油站，加油泵那里再次消耗电力，最后
在你的邮箱里以 1.7 到 1.8 欧元一升的价格结束，然后才需要你的生物电池来启动你的汽车。你急需补习一下石器时代的知识了。再往下，我的朋友圈中很多人都在退掉他们的电动汽车，或者重新买一辆明智的汽车。一辆出发时不必计划下一站，甚至有暖气和空调或可以打开空调的汽车。一辆没有缝纫机特征的汽车，保时捷就是最好的例子。幸运的是，它的电动汽车销量大幅下滑。这个人反驳道：“这当然不是因为你说的荒谬的论点。10年来，政客们都未能建立必要的框架，而工业界只想继续利用内燃机赚钱，并未打造任何面向大众市场的汽车。顺便说一句，您实际上不必计划停车，汽车通常可以自行完成。此外，内燃机的能量平衡最差，根据车辆不同，所使用的能量只有 25% 到 30%， 最多 35%， 并且改进的潜力很小。而对于热机来说，物理因素阻碍了它的实现。电动汽车出行时，能量使用率达到 70% 到 80%， 电动汽车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呈上升趋势，不加入其中的人就会被淘汰。在德国，人们陶醉于虚假信息和民粹口号中，类似于热泵，这是目前最有效的广义上的供暖系统。德国经济的障碍是那些否认物理学的怀疑论者、官僚们、游说者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傀儡。这位网友也反驳：奇怪的说法，内燃机不需要加油吗？电动汽车甚至不需要在加油站加油，许多人可以在家里、购物时或其他任何地方充电。电动车基础设施仍然存在问题，汽车制造商必须推出价格合理的汽车，但这只是时间问题。欧洲汽车公司一旦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必须适应中国市场。这位网友的网名是电动汽车司机，他反驳说：“那就祝你好好开心吧，但汽油涨价时别抱怨哦。”继续往下，根据德国汽车管理局2025年3月4日的数据，2025年1月，德国电动汽车的存量为 3.3%， 德国所有上牌汽车的平均年龄为 10.6 年，其中许多车辆在东欧甚至非洲获得了第二春。这就是我所说的大的数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呵呵。下一则，谢谢您提供的信息，李克女士。我的下一辆车又将是内燃机汽车。继续往下，为什么开汽油车等于资助伊斯兰恐怖分子？这样就好吗？再往下，总的来说，电动汽车无可非议。对我来说，再等一等的主要理由是电池技术，它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水平。在这个方向上，会有很多新的发展，而快速的发展速度会使现在销售和使用的电动汽车贬值，只有少数人才能承受得了。意识形态的讨论于事无补。再往下，人们像念咒语一样重复着这样的说法。由于机械部件较少，电动汽车不容易出故障，因此它们也应该比同类内燃机便宜。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并不便宜。此外，还有天文数字般的贬值，这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你没有光伏系统，至少无法进行部分充电，那么你就得依赖能源公司，而能源公司并不是以慈善行为著称的。谢谢，还是算了吧。下一则，您的说法是正确的，但这并非来自实际制造成本，而是来自利润率。目前，尤其是欧洲的汽车公司在电动车上赚取高额利润，使其价格大幅上涨。社交媒体已经在讨论临界点，这将很快发生。到那时，内燃机的市场价格将大大高于纯电动汽车。今天的亚洲汽车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德国知识点评，这里的亚洲汽车其实就是指中国的电动汽车已经比燃油车更便宜了。下一则，这并不矛盾，电动汽车的实际制造成本低于内燃机车。
汽车公司的利润增加了，部分原因是为了收回开发成本，但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国家为开发提供了大量补贴。目前，他们正在从上面揩油。汽车定价有其自身的规律。继续往下，为什么中国除了生产电动汽车外，还生产燃油车？例如名爵。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他们只是不理解啊，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想要这些危险的、无法处理的电子垃圾。好，各位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